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德国财政部最新的月度预算申报记录为全球投资市场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数据显示，德国联邦政府的实质投资支出已经录得了同比高达 13% 的强劲增长。这项由高盛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披露的核心数据，宣告了长期制约欧元区火车头发展的财政紧缩教条正在发生根本性松动。如果您对德国和欧洲市场的理解还停留在德国经济因债务刹车而陷入长期停滞、基础设施破败无望的悲观论调中，那么这份高盛最新发布的德国迈向更高公共投资之路深度报告将会彻底颠覆你的投资配置逻辑。当市场仍在为德国债务刹车的政治僵局而争论不休时，一场由联邦资金向下传导、由土木工程与铁路公路网硬体重塑引发的基建大爆发，实际上已经悄然在德国实体经济中拉开了序幕。德国这一波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其底层最核心的政治推动力来自于2025年成功实施的债务刹车宪法改革。高盛在报告中指出，虽然过去几年全球投资者对德国政府能否有效扩大财政支出普遍抱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2025年债务刹车改革的落地，实质上为公共财政松开了最为沉重的枷锁。这项改革允许德国政府在计算财政赤字限制时，采用更具弹性的周期性调整机制，并为绿色转型与核心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表外特别预算通道。高盛报告明确指出，尽管市场分析师对资金的实际执行率仍存有疑虑，但从目前已经录得的联邦投资同比 13% 的增长来看，公共预算的大幅增加正在迅速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实际采购与工程订单。这场由政策松绑倒逼的财政资金回流，在德国复杂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架构中，正呈现出一种极具结构性的传导路径。高盛在报告中深度剖析了德国公共投资的分配比例，指出了市场长期存在的一个巨大认知误区。许多投资者过度聚焦于柏林联邦政府的表态，而忽略了地方政府才是基建的真正主力。高盛的数据表明，在德国整体的公共投资中，州和地方市近政府的支出占比高达 60% 以上，同时他们更掌控了整个公共建设中大约2/3的绝对权重。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财政宽松必须转化为对地方的实质性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真正引爆全国范围的基建热潮。为了解决地方政府预算吃紧、行政效率低下的顽疾，德国政府在2026年启动了全新设计的离岸基础设施与气候基金转移支付通道。高盛指出，通过这项特殊的表外基金，联邦政府得以将数百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绕过地方政府的本地债务限制，直接注入市镇一级的公共建设与道路改造项目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紧缩的地方财政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利润安全垫。为了进一步解决德国基建项目长期被繁琐的规划审查、环境评估和行政诉讼拖延的痼疾，德国政府正在全力推动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立法保障。高盛在报告中披露，备受注目的基础设施未来法目前已进入关键的立法审议阶段。这项即将出台的法律，其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缩短基建项目的行政审查期，并优先精简公共建设的采购招标流程。高盛分析指出，这项法律的落地将会成为改善公共预算执行不足问题的强心针。一旦规划许可的审批速度获得实质性提升，积压在 KTF 基金和地方预算中的大量沉淀资金将会以极快的速度变现为实体工程专案，这将直接拉长德国土木工程板块的繁荣周期。而这种公共投资的实质性扩张，已经在德国最敏感的微观经济指标中得到了清晰明确的量化验证。高盛指出，自2025年秋季以来，德国土木工程与公共建设领域的订单流入量以及企业营业额均呈现出极其强劲的 V 型反弹，特别是在道路建设与铁路基础设施这两个核心细分板块，订单增长最为突出。高盛报告显示，随着联邦和地方对交通网络硬体重构的资金陆续到位，德国主要大型营建企业的订单能见度已普遍拉长至未来数年。尽管近期部分行业调查显示，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对营造商的成本造成了一定的短期情绪扰动，但高盛强调，整个德国土木工程与基建板块的宏观景气度依然极其建设性。
基本面支撑无比坚实。分析完这些令人振奋的财政与量化指标，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这场德国公共投资的历史性觉醒将会如何重塑欧元区乃至全球的资本配置版图。华瑞认为，德国联邦投资同比 13% 的暴增，本质上标志着德国财政政策从过去10年固步自封的财政黑字教条，向国家主导硬体重构的战略性大转向。市场长期以来严重低估了德国债务刹车松绑对实体经济产生的乘数效应。当地方政府获得来自 KTF 基金的无障碍资金支持，配合即将落地的基础设施未来法，德国将会释放出过去10几年因预算紧缩而积压的庞大基建更新需求。这将会彻底扭转德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隐忧，并将内需和公共投资重塑为德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土木工程、道路与铁路建设板块订单的爆发，为全球寻求基本面防御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极其罕见的高确定性投资避风港。华瑞认为，当前欧洲和美国的私人住宅营建因高利率环境而面临严重的景气萎缩，而德国的公用基建则凭借着政府信用与专项转移支付，展现出了极强的非周期自生性高成长属性。这种由国家预算刚性拉动的利润，将会推动全球长线配置资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持续向具备高基桩建材、精密工程技术优势的德国蓝筹龙头进行估值重估与资金重组，进一步抬高相关板块的估值中枢。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基建爆发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潜在的不确定性与挑战。高盛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2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质执行层面的能力瓶颈，导致预算无法足额转化为产值。高盛指出，虽然联邦政府给予了充足的预算，但许多州和市镇政府长期面临工程规划人员短缺、行政审批流程老化以及招标效率低下的限制。如果基础设施未来法在联邦议院的审议进度受阻，或者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滞后，那么 KTF 基金的资金泼妇将会面临严重的延迟，进而导致公共预算出现低于预期的执行赤字，这将会对土木工程板块的短期利润交付速度构成直接的干扰。第二个风险是地缘政治危机对全球建材与能源供应链造成的2次冲击。高盛报告中提到，如果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导致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这不仅会急剧拉高钢材、沥青、水泥等核心建材的采购成本，更可能迫使德国政府在缓解通膨与扩大赤字之间重新陷入政策摇摆，进而对部分尚未动工的长期项目产生延期或预算重置的逆风。华瑞认为，德国这场基建补课本质上是一次财政范式的彻底转移。欧洲以往过度依赖出口和外需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正在面临地缘政治的严重限制，而当下公共预算的强力注入，实际上是把欧洲资产的防守阵线拉回到了内需领域。高盛报告所勾勒的数据已经很清楚，这不是一次短期的逆周期调控，而是地方财政被 KTF 表外基金全面激活后的结构性牛市。对于寻求长期防御的全球长线资金而言，高确定性的基础设施与土木工程板块此时成了最理想的避风港，能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中提供稳定的安全垫。对于投资者而言，要真正吃透这波德国财政扩张的溢价红利，操作重点必须从关注空泛的联邦口号，转向对政策疏通效率与微观订单实际的精细化验证。在实际布局中，应当重点跟踪2条核心线索。第一，是 KTF 特别基金向地方转移支付的真实资金拨付率，这直接关系到预算能否跨越地方负债限制，并转化为具体的施工订单。第二，则是密切注视基础设施未来法在国会的立法进度，关注其对行政审批手续的实质简化程度。一旦审批流程打通，德国土木工程协会每月公布的道路与铁路建设新增订单指数将迎来爆发。这项微观指标比任何宏观预测都更能精确反映德国制造与精密工程板块的利润兑现速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